我們再次強調，沒延期。8月7日 Take-Two 電話會議，官方又說了一次沒延期。為什麼我說又呢？Hello， 大家好，我是 You。隨着 GTA 6發售日接近，每一次的 Take-Two 電話會議都很重要，因為除了電話會議之外，阿星根本是守口如瓶，什麼都不願意透露。本次是8月7日舉行的財報電話會議，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首先當然是關於 GTA 6的消息，官方重申遊戲將於2026年11月19日發售，強調並未延期。顯然官方也知道，不管是投資人或玩家，大家都很沒信心。阿星執行長強調，他們為了顧及所有玩家的無障礙性與市場接受度，選擇了不漲價，將玩家體驗放在首位。現在的定價是最平衡的選擇。執行長史特勞斯·澤爾尼克表示， GTA 6的預購是從未見過的誇張熱潮，但因為預購隨時可以取消，所以預購目前並未記錄 Q1 的財報營收中。這也是為什麼 Q1 財報並未出現破紀錄暴增的原因。投資人不需要因此感到擔憂，並且澤爾尼克還指出，8月6日公布的網飛獨家宣傳合作加長版預告，是由阿星獨立與網飛談妥的活動。澤爾尼克稱讚網飛是極佳的行銷夥伴，深信這將在11月發售前進一步推升玩家的期待值。不過，澤爾尼克在 Q&A 環節拒絕確認是否會推出包含實體周邊的典藏版。在遊戲的銷售方面，官方表示 GTA 5全球總銷量正式突破 2.3 億套，碧血狂殺2的總銷量也突破了8700萬套，並且還特別點名最新搶劫任務，科茲中心搶劫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財報數據方面， Q1 表現優於預期，第一季的淨預定額達到了 13.9 億美元，高於官方原本預估的 13.2 至 13.7 億美元，總營收則達到 15.3 億美元，並且也對2027財年全年的淨預定額預估維持在80億至82億美元的超高標不變。不過因為取消了一款尚未公開的與第三方外部開發商合作的遊戲項目，因此有一筆約4300萬美元的減值費用。值得注意的是，澤爾尼克表示，目前 90% 的業務都已經來自數位版，實體光碟對消費者來說已經越來越沒有意義。所以 Sony 打算取消主機光碟機的政策，不會對 Take-Two 的商業模式有太大影響，甚至預測未來5年內，雲端遊戲有望開始實際取代傳統實體硬體。這也難怪 GTA 6的實體版打算只賣一個空盒子。以上就是這次的電話會議的內容。這一次也沒太多 GTA 6的情報，最重要的2點是 GTA 6這次也沒有延期，並且官方對推出實體版 GTA 6沒有興趣。其餘大家想看的東西都要等待8月27日的預覽加長版。雖然有很多傳言都表示預覽加長版長度超過20分鐘，甚至貼出長度30分6秒的截圖，但這些大部分都是真正的謠言與期待，說真的可信度都很低。可是話又說回來了，阿星難道不會太忙了嗎？其實之前在實況裡跟觀眾聊天的時候，也有聊到阿星明明有6000多人一起在做 GTA 6，但好像一直都在火燒屁股，事情一直做不完。雖然阿星一直以來都是嚴格的保密主義，不會輕易的流出開發資訊，但另一方面也像是計劃一直趕不上變化，什麼都沒辦法趕上進度，才會持續按住早應該拿出來的東西。這次也就多一張美術宣傳圖，也不是實際畫面。當然 GTA 6有不用宣傳的底氣，地球上如果說有哪2款遊戲不用提前宣傳也能大賣，大概就只有 GTA 6跟麥塊了。畢竟是總銷售量排在1、2名的頂級大作。可是就算這樣，阿星的心臟也太大了吧？感覺上是雖然有6000個員工，但所有的企劃都是蘇格蘭的阿星總部在做。再多的員工或再多的計劃，都要由總部同一群人做出決策才能放行。好處是品質值得期待，壞處就是6000個打工仔圍觀一小群人把自己累死。當然底下執行的人顯然也喘不過氣就是了。無論什麼小道消息，常常都有開發地獄跟加班加到瘋掉的抱怨。這大概是因為最高層已經下定決心，絕不再讓 GTA 6延期了吧。總之再這樣下去，若是真的演變成發售當天才能真正看到實際遊戲畫面，好像也不是不可能。如果真的變成這樣的話，必然是遊戲史上最驚人的創舉。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一起討論，也別忘了訂閱加小鈴鐺，才能第一時間收到影片通知哦。那麼今天就到這裡了，下次再會。